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暗河传》苏沐雨兄弟线大改，10亿播放量敲碗第二季，优酷点头了。对于追完了《暗河传》大结局的观众来说，这几天的煎熬终于有了答案。导演尹涛在万众期待中亲自证实，已经与优酷平台深入讨论，第二季正式启动开发。消息一出，瞬间引爆热搜，毕竟那个悬而未决的开放式结局，留下了太多让人意难平的瞬间。更让粉丝狂喜的是，导演明确了要推动暗河暗黑武侠系列，并力求原班人马的再度齐聚，这无疑是给所有暗河剧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为什么一部剧的第二季能引发如此大的震动？这要归功于第一季那令人抓心挠肝的两大伏笔。首先是苏沐雨龚俊士与苏昌和常华森氏这对兄弟的命运。在原著小说中，结局是冰冷且残酷的，苏沐雨最终亲手刺死了苏昌和。然而剧版做出了重大改编，两人在最终对决后竟策马同航回暗河。镜头下云雾皆散的见明月的暗示，似乎预示着他们挣脱了命运的束缚。但旁白一句距离暗河下次踏入江湖还有8年，又将一切拉回了未知。这8年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和解了，还是在酝酿更深的对立？这成了悬在所有观众心中的第一把刀。如果说兄弟线是悬而未决，那么苏沐雨与小神医白鹤怀、杨宇同事的感情线，则是彻头彻尾的刀中带糖。大结局中，苏沐雨为战胜大魔头卓青公公而濒临入魔，是白鹤怀不顾一切的出手抢救，才将他从深渊拉回。然而，观众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小神医就突然吐血，原来他早已中了药人奇毒。两人双双昏迷。当苏沐雨撕心裂肺地哭喊着醒来时，却知得到了爱人的死讯。正当观众以为要以悲剧结局收场时，剧中最后一幕，时间一晃12年，苏沐雨与一个酷似白鹤怀的身影再度重逢。他到底死了吗？这12年又是怎样一个故事？这两个巨大的悬念，让观众无处发泄的情感瞬间化作了对第二季最强烈的渴求。当然，观众之所以如此真情实感，前提是第一季的质量足够硬。这部剧的成功，对主演龚俊而言，无异于一场雪耻之战。在此之前，龚俊连续播出的《安乐传》、狐妖小红娘月红篇乃至我要逆风去，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口碑滑铁卢。烂演技、木头美人的标签几乎焊在了他身上。然而《暗河传》的出现，犹如一场及时雨。该剧最终不仅在豆瓣夺下了7.1的稳健高分，网播量更是强势突破10亿大关，实现了口碑与收视的双达标。苏沐雨这个角色，仿佛是为龚俊量身打造。作为杀手组织暗河的首领，他冷酷、隐忍，背负着沉重的宿命，却又保留着内心的最后一丝温度。龚俊在剧中的表现，尤其是战损美学的演绎，获得了压倒性的好评。网络上的评价区里，随处可见类似的赞美。龚俊的眼神戏进步太大了，他演出了苏沐雨那种身不由己的破碎感，特别是红眼和吐血的镜头，简直是战损天花板。这才是龚俊的正确打开方式。清冷孤傲，比演活泼角色适合他10000倍。网友的评价也并非一边倒的赞誉。该剧最受争议的一点，便是其暗黑的影像风格。大量的评论都在吐槽，
这句是没给灯光师节钱吗？黑的连龚俊的脸都快看不清了。顿号，名副皆是《暗河传》，真的是暗到费眼，看剧全程在掉亮度。然而，也有大量观众持相反意见，认为这种黑曜石质感的色调正是该剧的精髓所在，这才是杀手组织该有的氛围，阴暗、压抑、诡异，完美烘托了《暗河传》的写实风格，总比那些磨皮磨到发白的阿宝色古装剧强多了。此外，剧中的打戏也备受推崇，动作行云流水，拳拳到肉，被网友评为近年来最有武侠味的打斗场面。选角、剧情节奏和服化道服装、化妆、道具的精良，共同构筑了这部剧的高口碑。《暗河传》的胜利，更是在一场 S 加级别的古装混战中抢下的。同档期强敌环伺，罗云熙的《水龙吟》，程毅的《天地剑心》与丁禹兮的《山河枕》无一不是备受期待的头部大剧。《暗河传》没有现象级的大爆，但它凭借独特的暗黑武侠风格，硬生生在神仙打架的局面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流量与评价始终位居前茅。更重要的是，该剧全集都有广告商的青睐，这种实打实的商业成绩，让平台优酷和背后的资方都笑开了怀。事实上，《暗河传》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是作家周慕南笔下《少年江湖》系列的一部分，与大获成功的《少年歌行》属于同一世界观。如果说《少年歌行》是关于少年侠客闯荡江湖的明快乐章，那么《暗河传》就是一篇补充其背景的偏向阴暗与写实的权力斗争前传。导演尹涛在采访中证实，他们正计划将这个 IP 系列化，未来将向少歌向阳而生和暗河暗黑武侠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同步推动。这意味着一个更宏大、更完整的少歌宇宙正在形成，《暗河传》的火爆只是这个庞大计划的第一步。如今，随着第二季的正式启动，所有的伏笔都有了被解开的希望。苏沐雨与苏昌河的8年之约，他与白鹤怀的12年重逢，以及暗河三大家族苏、谢、穆更深层次的权力博弈，都将在下一季中展开。这场由《暗河传》掀起的暗黑武侠风暴，显然才刚刚开始。